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3月底4月初，中美两强的元首习川会现在也是备受全球的关注啊。那么，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呢，最近在两会记者会上也表示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而现在需要做的是呢，双方为此做出周全的准备，营造适宜的环境，管控存在的风险，以及排除不必要的干扰。美国财长贝瑟呢，也就会在下个礼拜，也就是15到16号。跟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法国会晤，预先为3月底登场的习川会经济议题呢一些相关的议题要先进行磋商。彭博也报道说，3月已经过去一半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中方还没有恢复采购美国的大豆。路透也报道，川普在2月和习近平通话之后表示，中方正考虑把这一季美国大豆的采购量提高到大约2000万吨。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中方目前都还没有进一步的证实。那我们怎么看这个在大陆这边目前对于川习会在即这一张仍然压在手上还没有打出来的大豆牌，大使怎么看这件？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现在面临自己最大的考验了就是说，你如果这场战争你也没打赢，还继续打，然后3月底又到了，你非要到北京，你有什么底气？你去求习近平主席说来协调一下嘛，来调解一下嘛。所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就变成就是说，对美国现在牌是非常的多，很多牌都是川普自己打坏的。对，现在基本上能够跟所有世界国家都还能够通上话的，都还能够得到别人信任，愿意你帮他助他一臂之力的，全世界而言只剩下中国大陆。美国现在的这个很多人都是怎么样？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隔岸观火欧盟国家不都在隔岸观火吗？那想落井下石的不是很多吗？对，看美国笑话的都很，那怪你就多行不义嘛。而且原本这个川普在到中国大陆访问之前，包括先前对委内瑞拉出手，到最近的对伊朗动手其实是不是盘算的就是透过这个能源上面能够有一张牌，结果现在打的也是一塌糊涂。川普当然他做事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啦，不过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打伊朗的话，纯粹是他在见到一次一个饵，然后呢他没有深思熟虑就赌下去了，就把那个饵吃下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个饵是毒饵，这就是伊朗的这个饵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色列告诉他，我今天我可以把他一网打尽，40几个头都弄了，那你要不要加入？对，美国就加入啦。对，你前2天才跟人家谈判呢，你在谈判桌上还谈得有这个好，这不收获很多吗？对，不讲武德到这种程度，在谈判时候跟人家就出手打人家，可是你期望的东西都没有实现嘛。对，所以川普我觉得他当年会在这个大西洋城开赌场，我觉得他就是很相信赌博。可是你要记住他的大西洋赌场是垮掉了，所以他是一个烂赌徒。那我现在甚至怀疑他的一生都是在这几个关键点，他做了赌博式的决定以后，他尝到甜头，所以他在很多时候就是愿赌。政治人物你不能赌，你要100%。我现在就是看他怎么样自圆其说因为这个川习会马上就要登场，之前也看到是中间有一个联动，是美台军售会不会因此有一些变数？因为呢，路透引述了知情人士这个说法，他们独家报道指出说，总价大约是140亿美元这和台币是4500亿的这个军售案，包括有什么呢？有先进拦截飞弹在内的这个对台军售案的方案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但会不会成为到时候川习会的角力之一？因为呢，只要川普批准这个对台军售的方案之后呢，就会进一步公布，而预计时间就会在月底这个川习会之后来对外公布。那报道也说呢，这将会是如果真的公布以后通过以后，会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军购交易。这个方案内容呢，主要是爱国者3型的飞弹，还有呢包括国家先进防空系统也就是 NASAM 这个防空飞弹相关的内容。但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对此则回应表示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最后的发展
杨老师觉得会不会是中国照骂，美国照卖，台湾照买的一个另类平衡？但是我们合并最近的伊朗的一个战事来看哈，刚刚大使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鹰击12的出口型的版本 CM302反舰飞弹，到目前为止中方的说法是都还没有卖。好，那会不会用这个方式来作为一个反制中间的联动？我们先说这一个中国会不会卖给这伊朗这一个鹰击112好了，鹰击12。可我个人会认为，就算他要卖，但是你要运进去，你要怎么运？这个你要走陆路吗？还是其实现在已经说实在，现在是一个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状况。你现在的一个中国要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许无人机是最实在、最有用的一个方式。那你说你现在这个时候才提供这一种鹰击12这一种飞弹的话，我会觉得是一个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其实说，今天这两件事情或许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把它分开来看。中国对伊朗的支援是不是要透过军售，还是透过其他的提供无人机？我觉得这比较有可能。但是就一个美台军售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的确是他卖他的，他骂他的，他讲他的。可是其实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川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放出这个新闻出来？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不希望回归到6项保证的问题。就是之前有一些民主党的一个就直接说，你川普这违背了6项保证，你这个川普呢，你这一个你是跟中国已经谈妥了才决定要军售，他绝对不希望烙这样的一个画饼给民主党。因为最直接的就是说，好，不管有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不管今天这一个农业州买的这个大礼包有没有，可是接下来他要面对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期中选举。期中选举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反而让民众对于你川普领导的共和党更加的反感？那最后让川普形成一个跛脚政权，这个是现在川普最怕的一件事，因为其实还没有跛脚，还没有出现这些状况，在去年就发生过了，他的一个预算嘛，总预算这个没有过，所以联邦政府要关门，那一次关门就延长了这个史上最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关门对于今天大家对于川普或对于共和党，甚至是对于你自身本身的一个势力，或者是你本身的一个声势来说，绝对是一个打击啊。所以其实现在对川普来讲，他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去宣布说出售这些东西，是有他政治上面的一个考量的。而且这个政治上面的考量，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去合并到中国这一边，会不会也有人担心是不是会有军演啊什么等等的。可是我个人会认为，这是出售的是防空飞弹。跟海马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你美台军售，如果你没有去踩到攻击性武器的这一条红线的话，那基本上两边是可以有一个彼此的一个默契。是，现在其实马上要到3月底哈，3月底那到4月2号就是全球关税对等关税要满1年的这个时间了。那当然，这个最近在关税满1年之前呢，也看到美国贸易代表署最近也出招啊，那抛出了一个震撼弹，他们正式呢对于台湾、中国大陆还有欧盟总共有16个贸易伙伴启动了301条款的调查，准备要重手打击长期针对产能过剩跟不公平补贴问题啊，要来做一些事。那先前这个全球关税计划呢被判定违法，所以呢，川普政府呢就马上转向法律基础更稳固的，用这个1974年贸易法，也就是122，那试图呢在7月临时关税到期之前呢，先帮美国制造业再建一个新的防火墙。中方商务部呢13号也针对美国要启动这个301调查回应说，美国的做法呢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也表示中方将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权益。最近提到这个301啊，大家也在跟这个对等关税来比较哈，它会比对等关税的威力更强，还是说其实看法现在好像是说差不多？哎，老师觉得呢？第一个，美国从一个3.5%这个国家哈，变成一个15% 的以上的关税国哈，所以全世界最大的先进国有一个开发中国家的关税率哈。那目的就2个，第一个是解决政府贸易赤字，第二个是发展美国的民族工业。制造业在美国占 GDP 要从9%拉到15%到20%，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那关税就是设在这个10%到50%，最低的英国、新加坡贸易顺差国就是10%，最高的这个 adversary 中国就是 50%， 因为超过50%以后没意义，就是 diminishing return。那不管是 IEEPA 也好，301也好，只是一个说法跟一个手段。但是我们来看哈，简单数学。从中国出去，假设是1块钱，到美国消费者价格弹性应该是4块钱，也就是说，如果40%的关税到美国消费者手上应该是10%，
超过10%就是一个利用通膨预期做一个价格的哄抬。那整个供应链里头有上游的原料制造跟出口商在中国嘛，在美国有进口商品牌通路到消费者，原则上大家都要分摊一点，但是最终是中国的工人分摊最多。为什么？他面对的是中国产能外移没工作，或者说他工资砍半达成这个效果。那中国的国策要做改变，人口是美国的4倍，不应该用1/4的价格出口到美国去。中国过去的政府补贴造成这个产能过剩，现在应该是要补贴人民扩大内需，它可以用1/2的这个价格，就输给美国1/2的价格，就可以创造一个美国2倍大的内需市场。所以整个国策需要做改变。OK， 好，等一下呢，说到中国大陆啊，我们要来看一个最近在大陆在网络上特别是热议的一个现象跟话题啊，就是养龙虾。养龙虾呢，指的是一个把 AI 代理安装跟整个使用的过程啊，他们叫做养龙虾。但究竟内容为何，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